因为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每周前瞻都会说，下一个礼拜有哪一个币有大额解锁，这个似乎就相当于下一个礼拜的大额解锁的币就是比特币啦。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是跟币圈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有些时候对我来说，反而是你应该可以更有勇气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个底气。我之前的大学教授，经济系的教授，他跟全系讲过一件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在 A 公司上班，你最不应该投资的股票就是 A 公司的股票。Hello， 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这个礼拜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这一位一直都是比特币信仰者的人，会在这个时间跳出来呼吁大家，你可能应该要卖出比特币了。到底是有什么恐怖的消息就在前方？我们应不应该听他的话？另外呢，本周前瞻的部分也有一个主流的交易所要在大家恐慌的时候送大家$20的等值加密货币，是不用抽的。也有一档主流币会在这2个礼拜大额解锁，有没有可能会像之前 AEVO 大额解锁那样直接带来崩盘呢？持有这档币的同学也要留一下。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我们看到加密货币市场遇抛压，现货 ETF 流出，矿气储备降低，政府机关抛售。那这几个礼拜呢，加密货币市场依旧是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嘛。现在的机构的 ETF 正在流出，然后前2个礼拜我们遇到了从3月份以来最大的单周净流出量。那现在呢，还是一样，大家都继续在卖比特币啊。比特币自从6月5号触及71000多美元之后，越跌越低。加密市场面临的抛压，包括现货 ETF、矿气的比特币储备，甚至来自于政府扣押的比特币抛售。我们上个礼拜说，机构面临了这一个季度以来最大的单周流出嘛，好，他们继续在流出呢。比特币过去一周从67000跌到62000这段时间呢，比特币现货的 ETF 已经连续6日净流出，流出的总额是高达9.6亿美元多。此外呢，我们也有提到矿工正在开始卖币，在上一个礼拜6月20号这一周，矿工的比特币储备量也是减少了1000多颗 BTC， 而每秒算力的预期收益值依然徘徊在50美元之上。这意味着矿工的成本增加，特别在设备、电力跟其他营运成本方面这可能是意味着说矿工还没有完全投降。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礼拜我们还看到了几个国家政府也可能要开始卖比特币啊。这个德国当局呢，上周这种简报转出了2亿美元的比特币，资金可能转移到 Coinbase、Kraken 等交易所，被视为已经出售部分资产。而 Bitcoin.com 也指出，各国政府现在正在放弃用拍卖的形式来出售扣押的比特币。包括美国在内等国家可能会直接选择在主流交易所执行抛售。这个的差别就在于说，如果是拍卖在市场上，可能就是 OTC， 比较不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价格。但如果你在主流交易所卖的话，它就会直接影响到订单部，可能就会砸盘了。那包含中国现在有19万颗，英国有6万颗，德国有4万颗等比特币。各国政府现在有总持仓量有 2.7% 的比特币。假如说这些比特币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没有要当成资产储备的东西，那似乎他们要卖掉它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在上礼拜的众多恐慌消息当中呢，这个也算是一条空袭警报。美国政府转移近4000枚比特币，比例下杀了6万美元，第二波跌势要来了。这个是美国政府在27号的时候将接近4000颗比特币转到 Coinbase Prime。这个消息一出，比特币一度跌破6.1万美元。不过呢，这个知名的数据分析平台 CryptoQuant 的执行长就在推特当时就发文说，美国政府今天虽然卖了4000颗比特币，但不太可能会有影响，主要是因为在 Coinbase Prime 他们每天都处于2万到5万枚比特币的流动性，即使是在流动性低迷的期间，每天都还是有6000到1.5万枚的比特币流动性，所以多设4000枚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政府的卖出的影响都不大，那到底谁的卖压影响大呢？是一个我们都已经讲非常久的一个超级的比特币锁仓者这个 Mt. Gox 他终于这一次好像真的要还钱了。Mt. Gox 下个月起要偿还14万枚的 BTC， 比特币闻讯退守6.1万美元关卡。这个想必现在还有在关注币圈的朋友都知道了。Mt. Gox 就是在13、14年那一轮地球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后来因为骇客的关系，所以他就破产，然后他现在手上还有很多用户的一些比特币啊、比特币现金等等的钱。那从过去几年，他们就一直开始在清算，已经一直在说还钱了，但是这一次似乎真的要还了。在经过10几年的破产诉讼跟几度延宕之后，蒙受损失的受害者终于确定能在7月份今天7月1日开始拿回价值逾85亿美元、多达14万枚的比特币。看起来对债权人是好事，但是对加密货币市场而言却是利空一桩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每周前瞻都会说，下一个礼拜有哪一个币有大额解锁，这个似乎就相当于下一个礼拜的大额解锁的币就是比特币啦。
比特币文讯呢重创就跌了62000、61000美元。那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他们拿回他们自己的比特币资产，又没有说他们一定会卖出，为什么会觉得这些资产全部都是会卖压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债权人大约都是在10年前就损失了这些手上的加密货币，而这段时间币价是惊惊涨，如今终于拿回这些资产，因此可能至少会卖掉其中一部分。那这样子卖单突然涌现，可能就会对币价造成下行压力，导致市场走跌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今天买比特币的时候，价格才什么几百美元，然后现在是几万美元。那市场上的其他分析就跳出来解释了说 Mt. Gox 的还款虽然引发市场的担忧，但是呢，它的卖压其实会比你预期的更小一点。这个是之前 Galaxy Digital 他们现在改名叫 Galaxy 的旗下的研究部门负责人 Alex， 他就表示说，他的研究显示，可能有75%的债权人其实选择了早期还款。这意味着大约9.5万颗比特币即将分配给债权人，其中2万颗是给基金，1万颗是欠给 Bitcoin BK， 剩下65000颗比特币才是分配给个人债权人。而且呢，他认为这些个人的债权人可能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倾向于赚直手。像我们刚刚提的，大部分的媒体是认为说，他们已经这个钱已经卡在里面10年了，他拿到可能就想要变现嘛。但是 Soren 这边的判断是说，他们可能比较赚直手，原因之一是他们已经在这多年来拒绝了来自债权基金引人注目且积极的报价，就是其实他们在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可以卖出他们这个卖权，但他们却选择不卖，说明他们可能对比特币比较看好的。更不用说，鉴于比特币自 Mt. Gox 破产以来已经上涨了140倍而涉及的资本利得税了，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资本利得税的关系，不想要把它变现成美元。并且呢，他还提到，尽管如此，如果说这65000颗比特币只有10%被抛售，也有价值4亿左右的美元会被抛售到市场上。如果这个价格直接卖出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在市场上造成抛压哦。那事实上呢，虽然说他是这样解释，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他那么乐观。我觉得这65000颗比特币，如果真的都是散户拿到的话，可能会有30%到50%直接被卖出，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说我们50%的话，那其实就是接近20亿美元的卖压了。听起来其实也是蛮值得恐慌的。我相信很多市场上的判断者其实都是这样算的。但是其实20亿美元在现在的市场真的值得恐慌的事情吗？我们甚至不用去谈比特币市场现在到底有多大，我们只看比特币现货 ETF 就好。这个是所有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持仓量的总和。现在比特币现货 ETF 的总持仓量是有52个 billion， 也就是差不多500亿美元。就是说，今天20亿美元的比特币卖压，如果直接砸到市场上，确实会对市场造成一点影响。但是如果你去看说，现在机构对比特币的买进的实力而言，似乎也没有到说是一定会有很恐慌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其实是整个我对于现在这些卖压，包括美国政府德国政府，甚至 Mt. Gox 的卖压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它会造成一些恐慌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恐慌背后的道理到底是多坚实？就是它这个卖压真的会把比特币砸出一个坑，还是说市场反应过度了呢？这个可能要留给大家自己判断了。不过呢，在这种公开市场投资的时候，除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个人自己的判断以外，了解一下市场上其他人的判断也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市场上其他人的判断呢？这个比特币的恐惧与贪婪指数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我最近在社群看到的说，有人截图说，比特币现在的恐慌贪婪指数是来到30，是恐慌。我就很有趣，就是哇，现在大家已经是30的恐慌了嘛？现在比特币是6万美元，就是哇，非常非常的恐慌就是可能是我太少出门了嘛，就我不知道说现在大家的恐慌情绪是如此之严重。所以我看到在6月25号的时候，我们出现跌到30的恐慌的情况，然后这2天有稍微回稳之后，我现在录制的当下又是跌到30的恐慌。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啦，因为不是大家都说这种人恐慌我要贪婪嘛？可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俗谚，我们有没有办法从数据上面去判断说，这种人恐慌的时候我贪婪是不是对的？这个是财经的平方从2018年帮我们整理出来的比特币恐慌贪婪指数跟比特币当时币价走势的关系图蓝色是恐慌指数，而黄色是币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贪婪指数从6月10号的时候还是贪婪74，到现在已经是恐慌到30了。你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在过去同样周期的时候，比方说20年到21年的牛市，当比特币每一次的恐惧贪婪指数跌到40左右之后呢，接下来比特币价格就会往上涨一段。当比特币恐慌指数跌到39左右的时候呢，接下来比特币就会迎来一波上涨。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周期是跟2020年的时候相同的话，现在也许是一个可以众人恐慌我贪婪的时刻，但是永远都有一个但是。如果你觉得历史呢可能会类似，但可能不会完全重复，比方说现在算2024年减4年是在2020年，但现在的走势可能我们已经加速走到2021年的周期。如果我们去对照2021年的牛市的话，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在2021年4月，比特币第一次到6万7万左右的 all time high 的时候呢，
市场突然急转直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行情，这个是整个2021年的时候，当比特币在21年4月的时候来到6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突然这个恐慌指数突然跌到40，而且比特币也只跌到$55,000左右。随即而来就是比特币突然大跌到37000，甚至跌破3万的价格。当时的恐慌指数是跌到见到19，才真正的开启了接下来的牛市。有没有可能现在的市场也在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只能说不无可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只看数据，确实只能说出这件事情是存在这样的几率，大家要小心。如果你回去看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有其他想法。比方说在这段时间，为什么比特币在5月21号、5月19号左右这个突然一个大跌呢？好，如果你在2021年就有参与比特币市场，你一定记得当时史诗级的一个日子，叫做519事件加密货币在2021年算是一个大牛市，但是在这个大牛市的中间，中国推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比特币禁令。当时中国政府下令机构停止所有加密货币相关的服务，甚至还把矿场都拔了，直接被说是312事件的血洗翻版。比特币跟以太币大多的币种在短短24小时都跌了30%到50%的价格，才让比特币市场出现这一波大跌与后续的恐慌。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在现在这个行情，加密货币市场还有可能会经历这样子的恐慌的事情发生？比方说，美国就突然禁止所有的比特币 ETF 的交易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是完全禁止比特币交易，中国现在甚至有点谷底反弹，开始试图从香港、试图从其他地方开始试点去开放比特币交易的可能性。毕竟，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周期还是比较接近2020到2021年的话，我们只能说，除了519事件这种等级的灾难发生之外，现在这个恐慌情绪真的是蛮严重的。又或者呢？你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现在判断成这个2021年中间，现在可能已经是2021年年底，就是已经是牛尾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市场的牛尾通常伴随着的情况是利多出尽。那什么东西可能叫做利多出尽呢？也许就是这个以太坊现货 ETF 咯。这个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了，这个 Andrew Kang 表示说 Solana 可能会跌到$80。那这个礼拜呢，他又说话了，他说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之后，价格可能会跌到$2400。他提到，即使是在乐观的情况下，以太坊 ETF 的真正净购买量可能会达到$15亿。而报告净流量达到$45亿，相当于比特币市场流通的30%。而且无论哪种情况，真正的净购买值仍然远低于推出 ETF 之前的衍生品的流通量，后者已经提前达到了$24亿。而这意味着 ETF 的期望跟反应已经提前体现在现在的价格中。如果你还记得2021年牛市当时最高点的时候，市场出现的几个新闻都是比特币期货 ETF 通过啦，这个萨尔瓦多当比特币视为法币啦，等等这些最利好的消息通过了之后，然后熊市，然后市场就开始下行了。有没有可能以太坊现货 ETF 就是我们这一轮牛市的最后一个利多消息呢？可能会有些人这样子判断的。那如果你是这样子判断的话呢，那你可能就可以听听 Robert Kiyosaki 的这段话了。这是上礼拜他 po 了一篇文章他说 Bitcoin is crashing, most people should sell。比特币正在崩盘，大部分的人可能应该要卖出。但是他自己的态度是 I am waiting to buy more， 他正在准备要买更多。他解释说，大部分市场都会上下波动，很多人会透过这个市场的交易来赚钱，但对他来说，交易的问题是税还有短期的资本利得等等。他自己的策略比较接近巴菲特的 buy and hold on forever， 就是买了然后永远就不要卖。他如果市场的崩盘会让你恐惧，那你应该要卖出，并且专心做好你现在的工作。而他也指出，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员工会做的事情很像富爸穷爸会在那边提的东西什么员工、什么投资人、创业家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接下来这句话很呛他说，简单来说呢，创业家跟员工本来就是在同一个币种上会有完全相反的态度。言下之意不外乎就是创业家有办法承担风险，有办法在市场恐慌的时候相信自己知道的东西，并且坚持持有。而员工呢，如果你真的太害怕的话呢，那你就卖，然后好好做你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吧。他最后提到说照顾好自己这个困难的时期可能还会继续，然后我们都应该要做对自己最好的事情。我觉得他这样文章非常有趣乍看之下，他好像在分化市场上两种不同投资人，就是你是 entrepreneur 企业家类型的人，或者是员工类型的人如果你是员工类型的人的话呢，你就喜欢安全一点那你就不要买比特币，就好好的做你的工作就好。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勇气、能承担风险、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人，你再来买比特币这个早期市场就好。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更多的人就是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要有雇主有雇员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然后我们知道雇员可能比较多，但是你是一个雇员，你是一个领薪水的人，不代表你不能拥有一个 entrepreneur 的心态。你可以同时是一个工作9到5，然后一个礼拜可能休息2天到3天的人，但你同时是一个理解投资人思维的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是跟币圈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有些时候对我来说，反而是
你应该可以更有勇气投资加密货币的一个底气。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的大学教授，经济系的教授，他跟全系讲过一件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在 A 公司上班，你最不应该投资的股票是 A 公司的股票，相反你应该要投资你竞品的股票，因为你不应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如果说 A 公司今天走得不好，不但你可能会被裁员，你手上的股票还会亏损。但是如果说今天 A 公司走得不好，但你手上是 B 公司的股票，你可能会就在这边受益。如果整个市场一直成长的话，你两边都会受益，所以就是一个分散的情况。所以反而是像我们这种全职的币圈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来说，我们反而更不应该去买太多的比特币。但这个市场就非常的讽刺，因为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市场，往往是真的在这个市场就业的人，或者甚至创业的人，才会了解更多比特币的。即使它在跌，你还是看得到说，它长期是看涨的理由，因为买的比较多。但其实你就承担很大的风险。反而是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你每个月月薪可能就多少钱，然后你可能就分个10%、15%、20%来定投加密货币，定投一些股市的资产。其实这样做，从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思维来说，才是更聪明跟更健康的方式。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总之我觉得 Robert Kiyosaki 用的这个 should 这个字啊，你应该怎么做，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分享给大家。像我们看到，川普的答非所问击败卡弹的拜登，美国总统辩论第一战引爆民主党的换帅危机。上一个礼拜啊，美国总统这一次这个11月就选举了，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的总统辩论啊，共和党的川普跟民主党的拜登的辩论。那我直接说结论，就是川普表现得非常的好，有67%的人认为说，川普赢了这场辩论，而拜登输了。甚至拜登的表现差到民主党都有人认为说啊，可能要请拜登这个自请退位，请另一个人来选。当然这件事应该是不会发生，因为目前的民调，拜登还是在民主党里面这个民调最高的。但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选进币圈周报，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是一个非常支持加密货币的总统。这个光是他的迷因币就有非常多种，什么 MAGA 啦、Trump 啦、Trump 啊，就非常非常多。而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这件事情但很可惜的是，我并没有预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很有可能是一个 sell the news 的事件。这个选举虽然它是一个造势的可能，但它也很有可能是一个 sell the news 的事件。这篇商币的新闻就有后续报道这件事美国总统的选举辩论并没有提及加密货币相关的民营币大幅下跌。他这个标题我觉得下的并不是很精准因为我那时候实时看币价的走势，他们的辩论差不多是在台湾时间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开始。而这些币价，这个什么川普币啊、MAGA 这个也是川普币，这个拜登币，差不多就是在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下跌，所以有点像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我们要辩论了，所以往上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那时候有看到我们的周报，这段时间你是可以赚到这个民币的涨幅的。但是当这个选举开始的时候，sell the news就直接开始跌，有点不像是说，大家听完了这个辩论，他没有讲到加密货币，所以跌。而且这个辩论一开始它就跌了，所以这个 sell the news 事件，说不定在下一次的辩论会准备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参考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下这个比较投机的市场是怎么样走的不过任何投资建议，但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这 Politify 的板块下一个我们看到加密结束了，全球流动性跟美联储数据揭示反转或将到来。这边深潮的这个叫 Finish 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有的专家说山寨季还差得远，其他专家说山寨季即将开始。但是呢，事实是如何？他花30个小时分析了所有数据，他的发现会让你大吃一惊。那这边他整理出了很多的数据从技术面啦，从这些新币的发行量啦，从一些代币解锁等等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其他人比较少提到的是这个全球流动性指数他画了这张图，这个是什么？全球流动性的长期波动的周期。他提到要去判断加密货币山寨币季节，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简单的跟踪美联储的总资产负债表。当美联储开始购买资产的时候呢，这意味着巨大的流动性就会流入，这就会影响加密货币，就是好的影响。而目前的情况，美联储是在一直卖出资产，这也是为什么加密货币现在一直在跌。但他说反转即将到来，他秀出了这张图这个是 recent balance sheet trends， 就是美联储目前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趋势。从1月到现在是一个直线下跌，但是呢，在6月份这段期间，这个下跌的趋势似乎已经趋缓。他认为在这个时间是有迎来反转的可能性而他的理由除了这边变成平的以外，可能跟上面这个波动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个波动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规则是哪里来的，但是从过去几年来看，似乎这个全球流动性的线似乎就是有跟着这个很简单的像是音波一样的波形在移动而目前呢，2024年这边度过之后，可能这个全球流动性就会开始上升了。那除此之外呢，他也列出了这个非常有名的彩虹图彩虹图算是在币圈这种长周期币价走势里面，很多人认为说它是目前
少数还长期堪用的一个图。就之前有什么 S2F 模型，那个已经被证实说已经没有用了，但是这个彩虹图还是有很多人在用啊。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到红色、橘色的时候就是牛顶的可能性，那到蓝色跟紫色的时候就是熊底的可能性。那过去几轮呢，其实差不多，基本上到红色就跌，然后到紫色就会涨，橘色的时候跌，那紫色的时候涨。那目前呢，又回到了深蓝色的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上涨有可能就要开始了。那此外，他也提到了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支持加密货币的增长。那他几个结论就是：散户不会对加密货币失去兴趣，市场已经验证了年复制贴上的项目，等待新的山寨币出现。他认为 GameFi 赌博、RWA、DePIN 跟 AI 是值得关注的，而最大的重点是全球流动性跟美联储储备是加密货币增长的关键。好，分享给大家。那上个礼拜虽然很多的币都还是一个属于疲软的状态，但是有一档币逆势表现得非常好，就是 Solana。那背后的原因呢，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加拿大已经有人提出了 Solana 现货 ETF， 这个礼拜美国也有了 ，VanEck 递交了 Solana ETF 的申请，带动 Solana 涨了10%。各方看法一致看，这个 VanEck 就是很支持加密货币的一间投资管理公司嘛，它现在也有比特币跟以太币的 ETF。他近期呢，在美国申请了一档追踪 SOL 价格的 Solana ETF， 是第一个在美国申请的 SOL ETF。光是这个消息呢，就是它八字都还没有一撇 ，SOL 就可以直接上涨10%。而他们之所以申请这个东西呢，是因为他认为，既然以太坊 ETF 都能通过，而 Solana 作为以太坊的竞争对手，他们具备的功能其实很类似，包括支付、交易、游戏跟社交互动等应用的能力，并且它作为一个全球单一状态运行，没有分片或第二层解决方案，其独特的可扩展性、速度跟低成本的结合，将可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些众多的优势呢，都让 Solana 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接触一个多功能且创新的开源生态系统的机会。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为之振奋啊！虽然我的立场跟下面提到的几个分析师，包括 Eric 等等都一样，他说这个我们白宫如果换人的话呢，就有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 Solana 得到审批，就是感觉到2024年就先通过 Solana ETF， 好像还是有一点天方夜谭。不过就像我们1年前的立场一样，就当时大家还记得说，比特币现货 ETF 还有以太坊现货 ETF 推出的时候，我们立场也都是一样，就是这个要过好像有一点难，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只要它是在申请，只要接下来持续有一堆人提出这样的申请，我们就不缺这样的新闻，就它就可以继续的炒，接着炒，甚至有一天如果它通过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担心这是 sell the news 的事件。但是只要在它通过之前，只要这件事情的通过几率是越来越高，那其实市场对 Solana 这个币的关注度而言就是在上升了。那其实我不太确定我们观众朋友对 Solana 的想法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它是一个很中心化的币啊，它是一个很美国华尔街的币啊，等等，非常的不去中心化。不晓得如果说它的 ETF 真的通过，它是否有可能以涨服人，服到在座这种想法的各位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 Consensus 被起诉美国 SEC 再拿质押开刀。就上个礼拜有2个币跌得很惨一个就是 Lido， 一个叫做 Rocket Pool。这2个项目是以太坊最大的流动性质押协议，就是你今天想要质押以太币，你不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跑一个节点，你可以把它放到 Lido 里面，就可以赚 SETH。这个我们之前影片有介绍过了。那现在呢 ，SEC 觉得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就要让大家领股利一样，这个就是证券，然后就告他，所以币就这样子一个暴跌，然后他也告了 Consensus， 他说 Consensus 提供这个 MetaMask 小狐狸现在是可以买加密货币的嘛，反正 SEC 现在就在告任何人如果哪一天他说这个你的 Costco 的会员卡也是一个证券，想必也是不为过啦，所以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你持有的币有可能会被 SEC 告，然后有可能就会跌，对，小心。本周前瞻的部分 ，OKX 要送大家这个迷因币叫做 NOT 这个时间还有32天，这个时间从6月20到7月31号，整个7月份都可以来得及参与如果你没有注册过 OKX， 或者你有家人还没有注册过 OKX， 在这段时间注册 OKX， 完成 KYC， 完成账户的首次充值不需要太多，你只要有$100多，你完成$100 NOT 的交易量跟 TON 的交易量，你就可以总共获得2000颗 NOT 的奖励。这不用抽的，你只要完成这个交易，你就会得到2000颗 NOT。NOT 现在0.015左右乘上2000呢，就是一个$30，就是 OKX 要送你$30相当不错如果还没有注册 OKX 的朋友，或者是你可以揪一下你的爸妈来领一下这$30。那我们会把这个 OKX 的现货交易跟合约交易手续费都终身减免20%的邀请码放在下方。有兴趣的朋友现在都还来得及好，本周的时间的部分呢，这个礼拜2的台湾时间的晚上9点半，美国联总会的主席鲍尔会有一个公开的演讲。那台北时间礼拜4的凌晨2点也有 FOMC 的会议。
那目前呢，市场是认为9月份的时候会有降息的可能性。如果这个时候鲍尔又说，9月份可能不会降息了，那市场可能又要跌了。但如果说鲍尔说，现在可能我们这个降息是在进度之上，可能就跟大家预期的一样，提高9月份降息的几率，也许市场就会认为说9月份降息的几率上升了啊，那可能就会利好风险市场。那无论如何，这2个时间点啊，礼拜2的晚上9点半跟礼拜4的凌晨，可能市场的波动就会比较大的。只有仓位的同学也可以留意一下。那本周大的结论部分就今天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影片还来不来得及。IO.net 会在今天礼拜1晚上9点的时候有高达8%左右的解锁，就是2500万美元IO 就是之前那个要上币安的时候被捧为天王级项目的币 ，BNB 直接涨破700美元，现在是跌下来了啦。那这个币现在是有一波比较大的解锁。以近期的市场来说，如果这几天币价还是一个比较低迷，通常大家看到这种新币的大的解锁，可能是比较没有信心的，所以持仓的朋友可能留意一下。以及另一个是比较夸张这个是 XAI， 这是一个不知道是游戏相关的代币它即将在7月9号这个是下个礼拜2，因为这个量实在太大，所以我们提前1个礼拜讲了。下个礼拜台湾早上8点的时候呢，有高达现在市场流通量70%的大额解锁，9000万美元的 XAI 代币会在这个解锁。我记得之前这个 AEVO 还是多少也是什么，它是70%还是700%，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然后当时那个币就开始疯狂的猛跌那我不晓得 XAI 会不会有一样的情况发生，或者是之前有类似的情况，项目方有可能会释出利好消息，在它发生之前先拉盘这个是不确定的。但总之呢，有持有 XAI 的同学在这个日期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很感谢大家在这几个月对币圈周报的支持我们会继续拍。我只是想要说我们一直说的 Q2 4到6月可能是很严重的3个月，终于过去了今天终于是7月1号了在过去只要是牛市的周期，如果你在 CoinGlass 上面的数据看，是不可能有连续2个季度比特币是下跌的。那我们的 Q2 呢是一个下跌的 season，Q3 希望这个市场是可以表现的好一点。然后因为下个礼拜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以太坊的社群大会 ETHCC， 我应该这礼拜会去趟欧洲。那如果我在 ECC 上面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可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下礼拜的周报呢，我看一下到那边我的设备或者是时间有没有办法来得及拍，再拍给大家吧。对。还不确定，我机票还没定。希望在这个大会上可以有一些以太坊相关的利好消息，可以来帮我们拉拉盘。那最后一样，虽然说我目前对这个市场还是一样抱持这个乐观的态度，但 Mongoose 的这个还款跟比特币解锁情况，确实是这10年来很多人都一直觉得恐慌的一个事件。你觉得这14万颗比特币是不是会对比特币的价格进行进一步的砸盘？有没有可能会像21年牛市519那么严重？还是你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恐慌事情？现在这个利空已经出尽了。我们可以好好准备 Q3 加密货币市场的上涨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那这边就到这边，如果这边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对我的频道让有点知道咱们讲看加密货币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就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当然，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